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扎基，这是我小我20岁的老婆媳妇。大家好，我是皮皮蛋，你是老牛，你是嫩草。今天来皮皮家，把老丈人、丈母娘还有村长姐夫叫过来，主要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个事情啊。考虑到我丈母娘家这个情况，主要的经济收入都是靠眼巴巴的盯着那几头水牛，有时候你们都知道还有10几头，没有持续稳定的收入，所以我今天想实施我去年没有完成的一个计划。老粉应该都知道啊，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，所以我今年想帮扶他们家把那45亩荒地耕作起来，然后种植木薯。然后他们现在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一个缺乏资金，毕竟如果真要种植起来的话，要重新耕地，要人工肥料，还要农药，还要种苗，还有一个他们可能也缺乏技术啊，而我这方面刚好可以帮助他们提供点，等他们种植成功以后，可以把那些木薯杆条留下来，来年继续发展种植。今天我们来的主要重点就是讨论看下2位老人的种植意愿，还有一个就是研究一下这个种植成本，做一个最基本的可行性研究。对于他们来说啊，只要他们愿意做，基本上就没有亏本的，因为全部都是由我投资，最后种植的收益全部让他们获得，不要让他们知道在农村里面勤劳也可以获得收入。以后丈母娘也再也不用出去捞鱼捕虾，而老丈人也不用冒着生命危险去攀爬那些大树采着风。土地呢，就在我去年的那个视频里面有，是一个比较平坦的荒地面积大概有，按他们这边说是有28000平米大概是2亩左右。主要的种植费用是一些像拖拉机、犁地费用、木薯种苗的购买费用，还有人工种植的费用、农药肥料的一个费用。OK， เอารถไถไปไถลิงคือเมื่อกี้ว่าเอาเงิน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เสียเงิน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ว่าคนนี้เพิ่นฮู้ว่าเข้าไปเบิ่งแล้วเขาจังว่าราคาของรถไถไปเบิ่งว่าราคาเขาจังว่าเป็นเงิน现在拖拉机的费用还不明确啊，你可以叫我他的10 พอป่ะ4百那就几千块钱也不是很高啊。还有一个就是木薯种苗，这个费用还不明确，明天还要去了解一下。现在我问一下2位老人家，他们现在确定种植吗？เนี่ยพอพุทธแท้ป่ะพุทธแท้วะพุทธแท้แล้วก็บ่มีเวลาไปเขาเป็นยังบ่มีแล้วฝนตกแล้วบ่มีละแม่ก็บ่มีเวลาไปโซตัวปลา了วะแม่บ่ได้ไปก็บ่มีละแม่ดิละ对，以后就要一心一意的好好管理这些木薯。家嘞？แม่ก็ปลูกง่ายป่ะง่ายแท้พ่อกับแม่ก็ปลูกตอนใส่ปุ๋ยแล้วป่ะบ่ได้ใส่ปุ๋ยปลูกแล้วก็มีคงเอาป่ะแล้วมีแล้วนี้ปีหน้าเลือกบ่แม่นเดือนนึงก็เอาได้แล้วถึงละคน1月份的样子1月份就可以把它อันเขาเฮ็ดชนกล้วยล่ะจังบ่ได้เห็นตะกี้ก็เห็นแม่ก็เฮ็ด那就行。最后我也希望老媳妇家能通过种植木薯这个事情啊，最好是把这个木薯种得有始有终，勤勤耕啊，通过这种方式掌握一门生财之道。下集我们就拍摄大型拖拉机入场，不知道哪一天来。没得เอา老妈老太แม่ยังบ่ได้โทรยังไม่ได้โทรโทรแล้วเพิ่นยังบ่ทันยังบ่มีเวลา把那个地犁了之后，然后下一场雨就可以种植了。现在也在等雨季过来，也在等这个大型拖拉机。
那最后也希望我们这次种植木薯能够成。来，当教官，当教官。哎，岁，来，媚娘，我对对，能送上岁。最后大家觉得我们这种方式能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？评论区留下大家的看法。我的嘴来了。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扎气，这是小我20岁的老我媳妇。现在我们是来到了皮皮家的土地啊，这个土地总面积是有2500个平方，然后我打算在这里扶持大家，把这个今年的这个木薯种植起来。哎，这就是我们要种植的东西，木薯。因为这个项目在这边投资成本低，然后风险比较小，然后种植管理也比较简单。今天是老丈人啊，这是我的老丈人。我不比我老丈人大，老丈人比我大一点点。我老丈人今天那个可能是没有经过丈母娘的允许，或者没跟他商量，就把这个拖拉机师傅给叫过来了。然后他们在没有沟通好的情况下，把这个地已经理起来了，但是可能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那个效果，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沟通。可能是丈母娘觉得这个地如果是现在离成，就是现在收拢了，过几天要是下雨的话，这个垄等一下就会塌掉。哦，等一下那牛又进来了。皮皮，等你熬落太末，等你他的老板。1300万啊！今天的汇率是好像是3250，大家算一下，一共是42亩的样子，花多少钱一亩？现在的油价也确实贵了一点。还有一个事情就是，之前我是跟皮皮说，我投资帮他们把这个地种起来，然后收益全部归他们，但是后来我感觉有点不对啊，后来我就把这个方案给改了一下，今天也是跟皮皮商量一下，我说我负责就是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啊，里面出的所有费用都由我来出，但是到了明年1月份收获的时候，我要把一半的资金给留下来，用于明年继续种植，也是防止，对不对？老人嘛，跟我们中国人想法不一样，我就怕他们到时候，有了收益之后，然后把这些钱全部花掉，到了明年又没有钱继续种植。老同学，你觉得这个项目会不会成功？只要他们勤快，那还有一点希望；不勤快的话，那估计就打水漂了。主要是要他们用心，我就怕他们中途费不管。节目对你聊，明天就可以理好。破对你呢？没使熬对你，这破不？ไม่ได้ปูได้เอาอีจำไม่ปูได้ แล้วตัวนี้ปลูกตอนใดก็ได้ ยังไม่ฝนตกเหรอไอ้แล้วนี่พันเท่าไหร่ตัวนี้ป่ะเงินบาทป่ะเงินบาทกันเลย1,500,0001,500,000150万泰铢大家觉得贵吗？拖拉机来了，来！慢点。皮皮，没给叫我拎面油噻？那你不买怪了们吧？
皮皮是说对面那些香蕉林之前就是丈母娘家的土地，现在租给了咱们这边的一个中国老乡在种植香蕉。然后这边土地其实是皮皮一个亲戚家的，这边是总共加起来有42亩左右。ตัวนี้ล่ะบ่มีถ้วยบ่ได้กลับบ้านแล้วเขาจะบ่มีถ้วยมาว่ะลืมเอาถ้วยมาหั่นนะอ๋อใกล้ๆมั้ยมีคุณปู่อยู่นี่บ่คุณมงคุรายงานบ่เดี๋ยวล่ะมีจักคุณมาปู่来哦，去年是他们家租给了一个苗族人，通过租给他们，然后收取一点租金。然后去年我也是提出了，我说为什么自己不种呢？那么好的土地。然后丈母娘是说没有钱，因为种植这个木薯要很多费用，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，耕地费用啊，还有种苗费用啊，农药啊，化肥啊，还有最大头的人工。所以我今年我就提出了让他们自己把它种起来。然后我负责所有费用。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，让丈母娘就是让他们家能够从这个土地中获取一些收益啊，不用出去捞鱼摸虾啊，老丈人也不用冒风险去采摘蜂蜜，也希望他们年年都有收益。最后大家觉得我这个方法可行不？评论区告诉我啊。